好香啊！嗯。神医的酒量很好，自然是海量，而且这酒啊很好喝的，有一股桃花香，还很甜。桃花香。是望城山的一位朋友来看病时留下的，说是他的掌教师弟所酿。他的那个掌教师弟的剑法，如今啊在江湖上传得神乎其技。虽然他的剑法我没有见过，但是他这酒确实酿得不错。这酒好喝，好喝。李姑娘虽容颜绝色，却冷若冰霜，好似对什么都没有太大的兴趣。还以为只会说一句还好，没想到竟会直接的夸赞。看来这酒啊是真的不错。饭菜都齐了，吃饭吧。我知道李城主为何来此。放心，暗河来南安并无任何目的，只是神医在钱塘的居所被知道了，所以换了南安居住。而我需要神医的医治，便跟着一起来了。那日在九霄城相见，我以为就算不能如你所说解散暗河，但暗河新的大家长会是你来做。可是到了最后，是苏昌河做了暗河大家长，而你却来到了南安城，远离了暗河。这不仅不是苏昌河答应我的结局，还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局。李城主对昌河的偏见还是很深啊。偏见？谢轩说过，你那位好兄弟，虽不是这世上最恶之人，但一定是这世上最讨人嫌之人。脸皮之厚，世所罕见，千古绝唱。千古绝唱还能如此用？你有点喝多了。这都是他的原话，我只是复述。堂堂雪月剑仙，竟然在背后说别人坏话。更糟糕的是，另一个说我坏话的人，好像也在这儿。剑仙之剑，浅尝辄止。再次相见，要叫你一声大家长。雪月剑仙客气了，叫我小长河也行，亲切。你欺骗了我，我决定要在这里杀了你。我本就不喜欢长风的决定，暗河这样的组织，根本不用存在于江湖之上。苏沐雨当大家长就可以存在，我一当就要斩草除根了。哼，看来我在江湖上的风评真的有点太差了。你的代号就是你在江湖上的风评，送葬师。难道你觉得有哪个字眼听起来吉利吗？曾经的暗河或许没有存在的必要，但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暗河。新的暗河，不再为杀人而活，不再活在阴影之中，还能行走于江湖之下的暗河。你们想如何改变？这就是我们的事情了。怎么，雪月城身为江湖第一城，已经霸道到不允许其他任何门派的存在了？我本就懒得管，也不想管，只是答应了长风罢了。就当是你们给了我一个承诺，若之后的暗河还如之前那般，苏长河，留好你的脑袋，我会来取。那苏沐雨的呢？他的头呢？为什么单单只取我的啊？也一并取了。
既然你这个死书生已经来了，我也不必在此多留。看到某些人很晦气，有机会再来找你打架。原来是找我打架的呀，那还是不见了。凶婆娘！听闻暗河执散鬼和送葬师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我觉得你和他是完全两条路上的人，但今天看见你们，我想起了书中的一段话，便明白了几分。什么话？隔窗闻漫雪，咫尺若天涯。是说我们两个人虽然相隔很近，但其实相距甚远。不，你们之间的咫尺与天涯，仅在一念之间。希望你们这次的咫尺，能走到最后。饭已经吃完了，酒也饮尽了，他把该说的话也都说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你知道当初为何几位家主完全无视暗河的规矩，却依然要抢到这绵龙剑，才敢称登大家长之位吗？绵龙剑上必有技巧，剑柄之中藏着东西。黄泉当铺。世上最神秘的钱庄和世上最神秘的杀手组织，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秘密？我只知道黄泉当铺里放着好东西，很好很好的东西，值得我们去探一探究竟。我们要带领暗河到达彼岸，洗脱杀手组织的污名，不再以杀人为生，成立一个立于光明之下的门派。最重要、最初始的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钱啊，苏沐雨。暗河那么多年的钱财都不在朱棣，那能在哪儿？自然是这黄泉当铺。那我们动身吧。那你在南安城的日子就要在今夜结束了。本就幻梦一场，总该结束的。我先将沈烨带回他房间休息。这么睡下去，怕是要惹上风寒了。都说这江湖多负义。啊不，吓死你！沈烨原来一直在装睡。我本来是睡着了，不过就是有什么臭烘烘的东西突然走进来，我一下子就被熏醒。沈烨，我得离开了。去吧去吧，你本来就还有事未了，这一日早晚是要来的。不过这里可不是一场幻梦，而是你此行的终点。待你功成归来，这件药服还在这里等你。南安城所有漂亮的女子们，也都还在这里等你。多谢沈烨。早日回来，做好吃的面给我吃。好。
开路，相见黄泉。已见黄泉，鬼差何在？纸伞碧阳，黄泉的鬼差身上果然是一股阴气，看起来比我们暗河还要渗人。主人派我等在此等候许久了，暗河大家长。素闻黄泉的主人神通广大，居然早就猜到了我们要来此。那便还请大家长和苏沐雨家主上船。公子便是这一任苏家家主苏沐雨了吧？公子长得真是俊秀啊！公子怎么如此冷漠？是因为与小女子不相熟吗？这样，公子可愿多说一些？不与公子开玩笑了。姑娘会变脸？你确定我就一定是姑娘？还真给我搞糊涂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名叫红衣。见了鬼了！穆家也会易容术，但和这红英比起来，相距甚远啊。我们一个叫纸伞鬼，一个叫送葬师，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有趣。进去看看。哎，你就是这黄泉当铺的主人？等等！算不清楚，不算了，把他们都给我杀了！掌柜的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！遵命。掌柜的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！遵命。你们二位，就是如今暗河掌权的大家长苏昌河。
和苏家家主苏沐雨。有趣有趣啊！我知道你们，如今的暗河竟然交给2个无名者掌管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与我们此行来此，并无任何关系。在我黄泉当铺之地，竟敢如此说话，不愧为当年的魁呀！所谓魁，人中之鬼。我们是同路人。阁下便是黄泉的主人。哎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我呀，不过就是一个算账的，当不起黄泉主人这4个字。你们要看东西就看东西，可别害我呀！不敢，掌柜的言重了。那便别废话了，你就直接带我们去看一看这暗河的宝藏。那间院子可很久都没有人进去过了。随我来吧。便是这里，我们黄泉当铺做天下江湖的生意，各家都有宝库存放于此。此处就是你们暗河的宝库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若没有这把钥匙，这不一翻就进去了？如果你要直接翻身而入，相信我，即便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你也没有办法活着出来。你们暗河的那个朱朝，你知道朱朝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当用这把钥匙打开院门的时候，院子中的那些奇门阵法都会同时撤去。来，收好这把钥匙。接下来你就会知道，这钥匙有多么的珍贵。好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首先来点粗俗的。这得接多少杀人的单子，才能攒这么多钱？这一屋子的金砖很多吗？
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人间的疾苦啊？我那一屋子的白银，连同那间宅子加起来，都没有这1箱黄金值钱。但这间屋子里有这么多金砖啊！原来如此，暗河将所有的财富都藏于此处了。若以为仅仅只是财富，苏家主，你太小看暗河的先辈们了。跟我来。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这剑来自剑心冢。跟我来。剑心冢、明剑山庄，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于这3个地方。你再看那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由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再看那霸王甲，世间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间屋子比方才那屋金砖要值钱。若以金钱的价值来评判，自然比不上那一屋子的金砖。但是这里的兵器，多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其中任何的一样，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呀！我说王掌柜，你说话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些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哦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咱们再看看后边吧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喽。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抗叶鼎之的围杀之阵，这些名字我都曾听他提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没想到暗河之中居然藏有雷门的这些事物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全都装满了，所以打开这道门要格外的小心。它的4面墙，连同这大门，都是以6合金铁所铸，不然的话，里面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将会被夷为平地。接下来的那道门也得小心，因为一不小心，我们3个就交代在这里了。那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种奇毒，里头还有一条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、唐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的这条蛇，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的被放逃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剩下一道门中，应该还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。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便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。佛挡，
杀佛。唉，难怪这柄剑能搅动这么大的风雨。可这里是当铺，不是钱庄。聪明。很多人见到这一屋子的财宝，怕是心底里早就荡开了花，谁还会在意那些个细节？既是当铺，那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才能得到这些东西。我们的代价是什么？没有任何代价，起码对我黄泉当铺来说，今日不需要。我不信。不必不信，这些东西的代价，其实你们早就开始偿还了。你们这些年杀的人、做的事，便是你们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的代价。毕竟，你们当中有一半的任务，都是从我们这儿给出去的。不必躲躲藏藏了，三官大人。黄泉当铺之中，我们是不会随便动手的。当年提魂殿见到你们二人，我便说应该把你们都杀了。哼，可我也说过，正是因为他们危险，才有将他们留下来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等你们许久了，今日见到了暗河的宝藏，又见到了你们，可谓是没有白来。夜魔掌，退！这样的功力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演出来。你早就偷学了。那你们赶紧下达诛杀我的手书，看看还有谁能听从你们的命令。黄泉当铺之地，也不是让你们打架的地方。放心，我们今日前来，也不是为了打架的。王掌柜，你怕是有些话还没有同他们二人说完吧？这不是正说到一半的时候你们来了吗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中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信物。什么信物？这个，正是这个钥匙，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个腰牌可以拿走院子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三官始终能够凌驾于三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在想，趁着黄泉当铺来不及反应，就将我们给杀了，然后夺走这块腰牌，亦或是把我们跟王掌柜都杀了。若是有人敢在此动手，我黄泉当铺的火器和机关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只需轻轻一下，你们暗河的那些宝藏马上就会灰飞烟灭，付诸东流。诸位，还请你们仔细斟酌。哼！难不成三官已经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你觉得如何？说给院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成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
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成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面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和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而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坐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的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成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
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无声的沉淀，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爱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蜿蜒去着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穆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
活走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。那便来吧。八节制，刀剑合十，攻守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二入局。我儿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有生于这下残风冥冥中汹涌，那我走了。回头望云头乱岗，闭上眼，月暗之上，谁觉家乡别离长空。等空出世，扭转乾坤，昂方于小子林根深，走在我脚下，我不寻根。借一生不爱也不恨，经历穿越大河，终身一夜的人们泪痕。你留了珊瑚中身份，请忘记我是谁，因我也是我们。三五一生，四季将无知群像，向这里出滔滔，而雷不我东风起，此帆风云，比天真高。江州北风光临千万顷，一流水沙背负大江，行了几万里。刀光剑影出鞘，一拨好人仰天长啸。手如履薄冰，谁担起恨灵，传至光明，无悔脚下不胜履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
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醒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你们还就是邪魔障？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我们病了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，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
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哼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哎呀，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
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墨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亏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，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
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珍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
你是暗河穆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
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。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三道暗器是哪三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三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，至于是哪三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三道暗器中的第一道——千年精明。